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做好了5×5的树场，这边我也是挂机了很久，木头呢2个大箱子都已经装了一大半了，所以我们以后呢，如果要做物品分类中心，那么这些木头呢就可以拿来合成绝大部分的漏斗，我们就不用再去砍很多的树做漏斗或者是箱子。这边还掉了很多木棍，现在 1.14 处理这些树叶呢是会掉落很多木棍的，我把这些木棍用来烧制一些原木，让它产出一些木炭，可以拿来做火把。由于我现在也不喜欢去挖矿，家里面的煤很少，这里呢可以拿原木把它都烧成木炭。然后再说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在开这个树场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在开机一半退游戏，这样很容易导致上面的复制 TNT 的单元容易坏，下次呢你可能得自己把那个死珊瑚把它放上去。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家里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刷铁塔这里我已经做了有4个单元了，我们用烟花飞到上面来看一下。那么4个都是可以刷铁傀儡的。那么最近呢，我也是经常会看到有人在评论区里面问，怎么他的刷铁塔不能刷铁傀儡？我之前有一期也是说过了，等晚上的时候，你把那个僵尸把它的周围全都用方块把它封上，你看这些村民他能否都能够躺到床上？如果是他3个都能够躺到床上，再把遮挡僵尸的方块把它拆掉，基本上就正常了。如果有村民没有睡到床上的话，你把那个床拆了，再重新放一遍，它就可以睡上去了。那么这边铁的产量呢，也没有挂太久，之前挂出来的铁全都拿来交易了。这些铁的用途呢，第一就是跟村民交易，因为铁的话可以赚取村民不少绿宝石，然后我们可以拿绿宝石再来这里跟他们交易红石，我们就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红石了。然后第2种用途呢，就是打算以后做漏斗用的，以后可能做大工程需要非常多的漏斗，所以铁的消耗量就很大。在我们有了这么多的基础设施之后我们是时候要来做一个经验熔炉了。我们有了材料，我们还得要有等级，才能够付出更多有用的一些魔。我们现在单纯靠村民来出这些附魔书还是有点慢的。我们今天要做的经验熔炉呢，打算在这一片空地，我们待会把这片空地把它平整一点，然后全都插上火把。好，我们准备开工吧。好的，我们下面这块地呢，已经把它平整了一下。平整完之后，我还做了3个楼梯，因为这下面不是很方便行动。这里的楼梯呢，是可以直接到上面的村民自动农田，这边上去呢是到刷铁机，这边楼梯呢就是回到我们的家里面，这样3个楼梯。那么我们待会做的经验熔炉呢，是打算做成那种零替落沙的方法来产仙人掌。我觉得用这种方法来生产仙人掌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而且速度也还不错。那么我们就不用那种传统的零替的触发的方法来生产仙人掌，那样就比较难。虽然这个零替落沙呢，在 1.14 有 1.14 的做法， 1.15 呢做法不一样，不过我现在还是用 1.14 的做法，等以后 1.15 的话要升级 1.15， 然后再考虑把它改一下。而且这种落沙的做法呢，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假如我们退出游戏，或者是人走到其他的地方，这个机器它是不会坏的。如果像传统的那种零 tick 触发的机器，只要这边区块卸载了，那这个仙人掌就会掉落，就会存在这么一个缺点。然后还有一点呢，这个经验熔炉最好把它做在出生点附近，所以说我为什么要扩建这边的刷铁塔，以及还要做树场，原因就在这里啊。我们今天需要做很多漏斗，我们这些铁都把它带上。然后那边树场的木头呢，我也已经把它拿到这里来了，在旁边的箱子里面，我已经带了很多木头，我们就可以拿这些木头开始来合成我们的漏斗。我们家里面的珊瑚用完了，我们待会做经验熔炉呢，复制地毯得要靠珊瑚。我又把以前的这张地图把它找出来了，但这个地图上面没法显示我们现在的位置，这有点奇怪了，这好像出了点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再去找之前找珊瑚的那个地方呢？好，我现在又飞回来了，走到这附近，它就会自动的显示我们在地图上的位置。然而我好像没有带黑曜石，那我们只能下次再来做一个传送门了。现在把这个珊瑚把它给挖回去。那么这边的熔炉呢，我是打算放24个。熔炉的长度按照你自己经验需求，如果你需要的经验多，你就把这个炉子造长一点；如果经验需求的少的话，不用做那么长，10多个就够了。因为这一个炉子如果挂机时间很长的话，拿一个里面烧制的物品就可以升70、80级，还是相当可观的。然后我们要在炉子的一边给它挖一个坑，那么这个坑呢，
我们是用来放岩浆的。我们先放一个投掷器，朝下的投掷器，这里面就铺上岩浆，之后烧出来的仙人掌绿我们都不要了，漏斗把它接到这个投掷器里面。这个仙人掌绿对我们来说是真的几乎没有什么用，我们待会从这里泼岩浆。好，岩浆我现在身上有，这里放一个比价器，比价器的后面呢一个朝上的粘性活塞，再拿出侦测器。待会这个侦测器呢，它就是脸贴脸给它发高频用的，只要这里面有物品，我丢什么进去呢？我把这个石头丢进去吧，石头没什么用，好，它就会把石头全都往这个岩浆里面投进去了。它有物品，这个比价器它就会亮，使这下面的活塞把它抬起来，上面就形成了脸贴脸的侦测器，就会给这边发射高频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原理。然后我们要做4个引火，用来触发灵替落沙用的。这边熔炉的3个方向全都给它贴上漏斗，这侧面的漏斗呢，就是给它输送燃料的，上面是给它输送要烧的物品，就是上面这个格子。之后烧完的物品呢，就会顺着下面的漏斗一直漏到那边的投掷器里面去，最后把它给销毁。最上面的漏斗呢，我们把它铺上铁轨，然后在它的两端先把它激活，激活了之后，这中间呢，它是会有一小段，这一小段是没有激活的，我们待会在中间放红石块或者其他的方法给它激活都可以。然后在铁轨的后面呢，分别放了有4个方块，中间2个红石块呢是用来激活这边的铁轨，它不光是用来激活铁轨，我们还可以在上面放上引火。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在引火上面放上船，就跟我们上次做那个灵替的甘蔗农场一样，把船放上去。这个火我还是把它灭了吧，不然看的有点烦。好，在我们放完这些船之后，我们要在船的旁边呢，给它卡上4个漏斗矿车啊，推第一个，好，掉下去了。等一下，不对，这个位置不对，我们要把漏斗矿车卡在这个地方，在铁轨的正上方，真的是白忙活了半天。好，我们现在到这一头来了，先铺上铁轨，再把矿车推上去。好，它已经卡在这个地方了。这边一样的，给它卡2个矿车，卡住之后，把沙子再把它放上去。放完沙子呢，这我们可以拆了啊。然后在这个沙子第2个高，这是第一格，第2格1、2、3、4，这边呢也是一样的，在它的第2格高的地方，给它搭一个十字架。好，像这样子的十字架，把中间的给封上，封上之后，这下面中间的地方把它掏掉。好，掏空之后，就可以开始种仙人掌了。这个时候仙人掌呢，它只要长出来，就会被上面的方块给碰掉，掉了之后就会被下面的漏斗矿车给收集到。而这下面的在动的这个漏斗矿车呢，它可以把这上面的漏斗矿车里面东西接收下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漏斗里面是有东西的。其他几个呢，就是一样的做法，把这4个全都做满。好，我们这4个装置都已经把它做完了。上面看的好像很危险，对不对？仙人掌在不断的往下面掉，实际上它是不会被自己给扎没的，它会先被下面的漏斗矿车给收集到。然后我们要在这个炉子的背面的漏斗这里给它放上冰块。那么这个冰块不是普通的冰块，这里用的是浮冰。如果用一般的冰块的话，炉子在燃烧的时候它是会把这个冰都给融化的，所以这里要用浮冰。当然不用浮冰也可以，你用其他的方块的话，只要注意一下，不要水流最后推的这个物品推不动它了。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个智障商人。好吧，你们2个就当我的吉祥物好了，还一个人做一个船。这边呢还是跟以前一样做一个复制地毯的机器，这边我也就不多讲了，以前的几期视频也都讲过复制地毯的机器，这边还是一样放上熔炉啊，防止被粘块给拖走。在它们的上面呢再放2个侦测器，我们到时候给它装一个开关，在这后面这里给它红石接上，到时候呢我们就把红石接到那一头去，我们就方便在那边就控制这里的开关。那么复制出来的地毯呢，就顺着这个水流，要一直流到这边漏斗里面去。这里是放了有铁栅栏，这里拐弯的地方放一个箱子，就是使地毯在拐弯的时候啊，能够从漏斗这边漏进去，同时呢，也可以顺着这个水流，被这个水流往前面推。好，我们往后面放告示牌，水流流到这一格，我们就在下一格放告示牌，这些也都是我们之前做过的。最后呢，我们在这里贴个告示牌，以免这个水流流太远了，就直接流到这下面去了。不过看这个样子，它应该是不会流到下面去。好。
好，这个水流到这一格了，这后面我们可以不用再泼水了，物品流到这里来，它是有惯性，在冰上面是滑得很快的，所以这后面不用再泼水，多余的地毯呢被岩浆烧掉就行了。好，我们把这边给它开机了，来看一下这个呢，激活它，然后再松掉，它就可以开始复制地毯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地毯都是会顺着往这里面流。目前只放了2台刷地毯的，如果你想让它效率更快一点的话，刚开机啊就能够烧很多个炉子。那么这一套机器我们就做完了，只需要让它在出生点这里挂机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去干点其他的事情。等我们把其他事情忙完了，这里自然就会烧很多东西出来啊。然后我们取经验怎么取呢？这里还忘了做了，我们要来一个锁漏斗的装置，要把这个漏斗锁住，可以用拉杆，也可以用压力板或者其他的什么方法，总之要使这下面的漏斗充能，它就不会有东西掉下去。我们把它拿出来，这就可以把里面积攒了所烧过的所有的物品的经验全都一口气拿出来。你别看这里只烧了有2个，我们拿出来就是相当于把以前所有烧过的经验全都通通给拿出来了。拿一个，不过我们挂机没有挂太久，所以呢也就这么点经验。如果我们挂了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你再来拿一下，拿一个就可以升到将近100级，比打一头莫雨龙的经验还要多。那么做的这台机器呢，也不用担心它的物品会溢出，上面如果东西都塞满了的话，它就会在原地进行销毁。这里的东西呢，最后会被喷射到岩浆里面去，也被销毁。地毯也是一样的，最终是不会有东西堆积的，所以对游戏不会造成什么卡顿。但是在 1.15 版本以后啊，就不能这样做了。好的，那么本期的全部内容呢，就是这么多了。如果你对红石方面还有什么不太了解的地方呢，欢迎来评论区留言讨论。好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